麻烦过一下。好，谢谢。哎，干什么呢？小心点，不是？别碰了！不是保护现场，不知道吗？新来的同志，你再把人吓着。没事吧？我第一次见尸体的时候，我差点没吐了。跟2月26日那起有关联吗？致命伤是一致的，利器切割喉咙。从伤口的走向来看呢，也都是左撇子干的。还有，死者都经历过性侵。上一起案件的受害者头部有钝器伤，指尖里残留有凶手被抓破的皮肤组织，跟这一次还是有不同的。那也不能排除不是同一个所为，没准上一次罪犯啊作案的比较仓促呢。如果真是同一个人所为的话，那他这一次准备的更加充分，性侵时还特意戴了安全套。他是八坏人吗？保卫科双雄的思路够一致的啊。排查的怎么样了？哎呀，别提了吧，摸排了3天了，哎呀，啥也没有，连根毛都没摸着。你说你是怎么说话呢？你比这个国平早入警队，就这态度啊？国平，不学他，你稳点啊！我很稳。来，师傅，我再给您添点。以后不能叫我师傅了，你现在有正经的师傅了。那不正经的不也是师傅吗？来。反正我是电机厂出来的，我也是您给培养起来，我才当了警察的。哎，所以您一辈子都是我师傅。您知道现在公安局的人跟我们俩叫什么吗？叫什么？保卫科双雄。哎呦，得了吧，这是什么好话呀？啊，不是好话是啥话？这小屁孩大人说话你插什么嘴啊？回去学习去啊！来，把这个干掉。还是国平哥好。你呀，你就这么惯着他吧。我跟两个说呀，这个人啊，得赶快给他抓着。现在宁江市都传疯了，说咱们宁江来了一个割喉的恶魔，整得人心惶惶的啊。这个人吧，虽然选择的地方都是荒郊野外，但是那周围呢都是什么厂矿企业，这样的地方，单独的女工进出的情况就比较多，否则啊，他也摸不着这些受害者。你说咱厂区南边那个废料堆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没事儿，爸，只要不下雨就没事儿。这跟下不下雨有啥关系？因为下雨的时候，他作案就没有痕迹啊。哎，下这么大雨，你们干什么去？巡个逻嘛，没事啊。我哥和国平哥出去抓坏人，你换衣裳干啥呀？我跟你们一起去。哎，你好好学习去，想要当警察先考上警校啊！警校没考上呢，那能行吗？去，回去。走吧。走了吗？今天注意点啊！能不能抓着坏人还得看运气呢。警察，哎，出了事情了。哎，注意安全啊！
我从这边走，咱俩到里面汇合，好吧？好。88年到92年系列杀人案，简称88案，受害者全都是年轻女性，生前遭受性侵，死亡原因为利器切割喉部。凶手选择在居民区或者矿场附近的偏僻地点作案，作案时间选择在雨夜，以此来掩盖作案痕迹。从受害者伤口判断，凶手是左撇子，作案手法残忍熟练。92年，凶手在最后一次作案后突然消失，至今下落不明。嫌疑人有没有脱离你的视线？你比陈山和童志距离嫌疑人更近，那你为什么晚到了？我睡了多长时间？满打满算也就不到10分钟。
想了，要不你再眯会儿。睡不着了，神经衰弱就这样。那你得多难受啊！我值个夜班都得缓好几天呢。这些都完事了吧？今年能调到的重大刑事案件汇编都在这儿了。这是女性受害者案件，这是男性犯案人员案件。卫队，后半夜冷，你自己注意点。好。你会先走吧，到时候我把电闸拉了。那行，你慢慢看。后来了，小班。来了，超。哎，卫队。卫队，那个兰园抢劫案在哪儿呢？刚才抓了一小子，好像就是正主。东边左手第3排，628、629那一块。0628。我记得当时一共报过3起吧？第3起没法并案，0928那块。你蹲下来。右手边，928，你看看。为啥呀？因为头2起都是一脚踹门而入，第3起不行，一扇门上6个脚印，无论是破门方式还是力度，都跟前2起不一样，所以没法并案。哦。就服你。怀中市428强奸杀人案，受害者为中年女性，生前确实遭到过性侵，但是经过尸检发现，致命伤在颈部，水果刀穿刺而成，而且还有多处的反抗伤，可见凶手暴力侵犯的力度并不大。所以不能和88案并案。结婚的东西啊，这套也很好，你看这套。这结婚啊，就是要，喜庆，红红火火，顺顺利利的。当然了，哎，不错不错，我试试，驾照也要拿好的啊。不错吧？小雅，小雅，小雅，刚从香港打的货，全您家，就我家有。哎呦，小雅，你在这儿啊？那个床单被罩多喜庆啊！你喜欢啊？老板是吧？哎，拿双37的。哎，马上给你包啊。挺好看的。耳朵，没醉啊？他说真稳。废话，快50了，还是老侦查员，还有谁比我稳？什么时候到？话说就快到了吧？过来到底玩什么呢？枪啊、药啊，还是水货呢？活来得及，就在场上。等会儿，等会儿。听好了，瞅准了再泼，别惊着群众，
别碎了东西。听着没有，唐儿，说你呢。得了吧，唐儿，上次那不还是你？上什么次？上次这次说你呢，你得注意，别大锅饭，谁砸谁肥。好嘞。胡萝卜不用找了。几位大哥，玩游戏啊？老板在吗？老板没在。哎，干什么？老板不在，老板不在。别动！警察！起开！走，走。别的单位啊，都有什么工作手册什么的，你们领导估计也没这文化水平。来，都抬头，看这，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一会儿啊，一人给我抄一份。我告诉你们，脑袋掉了，碗大的扒拉。我孟三儿也不是面捏的，今天你们要抓要关，看着办吧，反正我啥都不知道。场子都清完了，喊什么呀？都是你的人，喊给谁听呢？给我听啊！我说魏队啊，您老人家就别折腾我行不行？这半天了，生意都黄了，我也得吃口饭呀。你吃饭那家伙在你肩膀上牢靠吗？不是，孟三儿，你为什么跑？我知道啊，你要不要自己跟我说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啊。哦，那你知道我外号叫什么吗？当然知道，魏无期呀。哦，就是您老人家办的案子都是从无期徒刑起跳。那你要不要琢磨再重新说一说呢？我真啥也没干呀。你在这儿跟我说，我能帮你什么？你心里清楚。你现在不说，我带你回去说，性质就变了吧？你要不要重新琢磨怎么说？别给脸不要。是不是广州那事儿？继续。这是我对天老爷发誓啊，跟我一点瓜葛都没有。我不去，他们非得让我去，我就跟你几个广州人碰了一杯酒，我啥都没说，跟你没别的关系啊？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想去，我都能带你去。你知道他们住哪儿啊？知道。提你好使吗？好使吗？
链哪儿买的？借我试试呗。这金的。嗯。哎呀。 哎呦，笑，不带脑子呀！一天到晚给我丢人。你刚才不也把碗打碎了吗？谁也别说谁，你和你师傅还有你师傅的师傅，一个样。我交钱了。 这帮人挺会挑地儿，这饭店适合抓捕。欢迎光临，请问先生几位？自己不会数啊？山无敌。你好，这边。挺横啊，香吗？ 前面就是珊瑚天。我兄弟们，你先忙你的去吧，不用管了啊。孟先生是哪位啊？我们老板要孟先生一个人进去了，剩下那些兄弟安排隔壁包间喝茶。 还是信不过我孟老三的啊！行，喝啥呢？好嘞，大哥。这边请。哎呦，兄弟啊，真家伙呀！哎，你们那边什么价？给我们弄一批呗。你干嘛？ 哎什么呀，贝子？今天这事儿，你是不是得给我个说法啊？宋队，今天跟你这几个小伙子看着眼生啊，下手还挺重，似对来新人了。少给我转移话题。要不是你擅自行动，宁家的买家是谁，背后什么人，我早就一网打尽了。要不是你们抢了先，宁江的卖家还有卖家的上线，我也早都逮了。哎呦，还轮得上你？我早就给控制住了。哈，哎，不对，还有一个事儿，这孟老山怎么的？就这么给放了？
不放怎么着啊？他提供了警情，我们才迅速出警，人家没有涉嫌犯法，抓他干嘛呀？灰色地带的人，拉他一把，警察的本分。再说了，他是聂宝华的一个小崽子，他有什么祸呀？留着养大鱼多好啊！那我是不是得给他记一功啊？哎呀，记不记是你的事儿，我也没意见。我跟你说，你这叫避重就轻，说你违纪违规都是轻的。宋队，您这是要治我的罪喽？我哪敢呀？行，我承认，盐湖这一块啊，你比我熟。以后啊，你们3队再出任务的时候，麻烦跟我们4队汇报一下。我凭什么跟你们4队汇报啊？3队4队是平级，平级我就不能。哎，你好，是刑警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有事给我打传呼，别往单位打。啊？哦。好，好，这就过去。嗯。蚊子。大冬天哪儿来蚊子呀？魏国平，你有毛病啊你！今天广州饭店的事，你听说了吧？听说了。你签的下，结果成了这样。我本来以为是条发财的路，谁知道警察早就盯上了。你觉得是财路，警察觉得是不义之财啊。您不是说过，富贵险中求？话是没错，但你只理解对了一半，因此宁江的买家也就折了一半。哎，我错了。这样吧，空出来的场子你先接下来，这回不会再办砸了吧？您放心，这回要是砸了，您把我脑袋揪下来。好，每个场子交一个整数给我。每个场子，你吃不下的话，我可以找别人帮你消化。行，不勉强了。不勉强。既然把底下的事儿都交给你了，我也会找人罩着你。谢谢主任。啊，对了，我听虎子说您在电机厂遇上点麻烦，需要。这事儿不归你管，你不要碰。恭喜大哥，又得了不少场子。恭喜个屁！你知道我这次要拿出来多少钱吗？聂宝华这个老狐狸，他早就料到了广州人那条线肯定会被警察盯死，那就先利用我扫掉了一大批蠢货，然后再利用这些好处，让我把这几年的家底儿全都掏出来。那咱就这么认了？不认怎么办？大哥，咱现在是比不上的，但是只要这些厂子还在咱们手里，咱们就有机会壮大势力。到时候谁才是宁江的老大，还不一定呢。聂宝华不让我碰电机厂，老子偏碰。今天这行动怎么回事？没怎么回事，就是得了个信儿，说是有一群广州人要到我们这搞事情，我老三知道他们住哪儿，我们就过去了。不知道行动之前要汇报吗？当
个功夫吗？不是我报给谁，不是也得报给您吗？您这么英明，您能不同意吗？所以省了这个手续。再后我们就过去探探风，谁知道探来探去，宋哲那小子出来了，气死！什么叫那小子？人家进队比你早，好不好？早了不起啊！但是当然您了不起，他不行。你对人家尊重点行不行？毛病！你还别说，宋哲这次啊，守着上线得下线。你没过去之前，人家捂住了5拨人，战绩不小的。如果没有你啊，很可能还会扩大战果的。我向他做声教检讨。啊，你说说你们两个啊，提付出的事儿，组织上刚考察完，这都没问题了，你非要闹这么一出，你说现在你怪谁呀？我没怪谁啊。那怪你自己，你怎么办呢？那都是人民公安，都为人民服务，我有啥可怪的？当不当副处长能怎么的？行了行了，你觉悟高。哼，狐狸呀，吃不着葡萄，够不到，他就说葡萄酸了。吃葡萄当你能死？哎，你小子是不是也该找个女朋友了？帮你没事整理整理呀，洗洗涮涮的。你看看你现在这个熊样。是不是谁愿意找我呀？白天不着家，晚上回去该睡觉也睡不着，那找我不就是耽误功夫吗？你有什么功夫可耽误的？我想听听。啊？办88案呢？你呀，我问你，像这样一个强奸、杀人、恶性连环案的人，怎么就会突然4年不出现？难道他是良心发现，心说不干了？会不会得了什么大病，失去了这个作案的这个能力，甚至死亡？现在想把他挖出来是越来越难了。那该挖也得挖呀。是啊，为了这个案子，你这没白天没黑夜的，把自己还真的折腾够呛，到现在这得了失眠症了。但是国平，在宁江也不止这一条案子，那些所有的案子也不都是你的。主次还是要分得清，要想得开，往前看。回头啊，抓紧时间，赶快把88案的材料整理出来，准备移交。移交？对。凭什么？命令。谁的命令？我的。那不听。什么？我的案子我凭什么移交给别人？我的命令你不听吗？我的案子我就不能移交？你跟我拧是吧？那好，明天先去水库干啥？锻炼。去了去了，又不是没去了。气我呢是吧？啊？来了，佩姐。上面好多钱呢！哎呀，怎么打到我这个妈的身上了？没有啊，就前面一个门。注意点！上山了啊！干嘛？啊，你去哪里？干什么？哎，魏哥您来了。哎，魏哥这边请。又到几盘啊？2盘，香港那边过来的。哦。而且还是带字幕的那种。您呀就安心看哦。然后您看您想吃点什么？来，票钱。然后你再上隔壁老王那儿呢，给我端碗馄饨，多放辣油。好嘞。
You slough off skin cells, for example. You're regenerating cells constantly. The cell that you have has the DNA in it, and in order to reproduce the cells, your body makes copies of that DNA. 多氧核糖核酸可以用于辨别凶手身份。 嫌疑人有没有脱离你的视线？你比陈山和同志距离嫌疑人更近，那你为什么晚到了？我跑错路了。你对电机厂那一带很熟悉啊。那受害人怎么样了？
profile from a sample that's 10 to thousands times smaller. 研究人员。哎。停电了吧？病啊！为这点事儿值当吗？闹什么幺蛾子啊？老头，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呀？你问这破玩意儿干什么？我干他妈干活呢。好了吗？怎么这么辣？清凉油抹眼睛，亏你想得出来。挺大人了，能不能别天天我到哪儿你到哪儿？净给我添乱！我今天过生日。我不就是喜欢你吗？怎么就那么难啊？你赶紧找一个你合适的人，你赶紧嫁了，我觉得挺好的，别在这我耽误功夫，啊！你好好的呢，咱俩还能当哥们儿处着，你就这么闹，咱俩这辈子只能老死不相往来。那就老死不相往来。老头，你是不是嫌弃我？他有没有伤害你？没有。你确定吗？我确定。没有。把袋子给我留。梅国平，我再也不理你了，我说的是真的。临江医学院站下车。
动车。坐车吗？不用了，谢谢。我市气象台在凌晨2点发布了暴雪蓝色预警。今天6时，我市迎来了近10年来最大的降雪。到明天14时，宁江市将持续雨夹雪。降雪带来的降温和冰冻天气可能会影响您的出行，希望市民合理安排出行。没什么大事啊。卫队，你可来了。怎么了？出大事了，不然不可能惊动你们。来，让一下。没什么好事，互相支持一下，时间不会很长的，好不好？互相配合一下。包所，往后退。这是我们豆芽桥所所长包维强。大家好，来了啊。情况是这样。今天上午5点15分，我们辖区的一个环卫工人到所里来报的案，东西呢就是这垃圾箱里发现的，现在就在他家里搁着呢。什么东西？去看看吧。走，走。来，让一下，让一下。这是什么肉？疑似部分人体组织。据说的这一片的清洁工讲，昨天晚上干活的时候，他在垃圾点里发现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包裹得很完整，不像是一般的生活垃圾。因为以前也有人经常把食物不当作垃圾扔掉，所以他就把垃圾袋里的冻肉拿了回来。回到家里，他烧了水，打算给肉解冻，结果就发现了人的牙齿。二哥，2个组，3件事，把今天所有咱们到场的警察都分成2个组，让咱们刑警做主导。第一组把外围沿途所有的住户都摸一遍，问问他们说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谁在这扔过东西。第二组把你们辖区内所有的这个垃圾箱赶紧封了吧，一个个查，他们所周边的这个4个辖区派出所一个都别漏。明白。
卫队，又冒了。哪儿？四坡路。3队上车。同学们，因发生重大案件，今天的课暂停一次，大家自行复习啊。陈勇，去那边看看，了解情况。好，你跟我走。大姐，麻烦问一下，那段垃圾什么时候清的？我们一般是早晚各清理一次。人命关天啊，希望你认真配合啊。你这有什么其他情况，你也可以跟我讲，我不跟你领导说。什么时候清的？我前2天滑了一跤，在家里歇了1天。所以哪天清的？前天下午刚拉走了一车。前天24号。好，哎，连去吧。来，24号，那就是24号夜里和25号抛尸的可能性最大。这2包尸块应该只是一小部分，至少还有60、70斤不知道在哪儿。二哥，那我有没有可能把这个时间线再往前拉？比方说23、24，假设都有可能有人抛呢？那如果要这样的话，那时候抛的会不会现在已经进垃圾处理站了？很有可能。那这垃圾这个，老包，就整个咱们这一片这个垃圾啊，一般是归置到哪儿？哎呦，真是，这样我赶紧安排人去问。赶紧。这个包明显比豆芽桥那个包要重得多。如果那边那个包可以手提着，这个包恐怕拎不了多远。所以我怀疑凶手有交通工具，至少是个自行车。咱这么着，假设是豆芽桥、四坡路，往西颐和南路，往南华中路，这是分进路是吧？对。抛尸案的特点一般是越抛越远，近的用手提，远的用交通工具。那豆芽桥这儿，有可能离案发地点更近。咱们这样，往前推，时间拉长啊，5天。你们去打听所有刚才我提到这些路段的夜巡民警，值班的时候谁看见推自行车的可疑的人，尤其是后座或者踏板上有包的，明白吗？散。情况怎么样？结合刚才豆芽桥的，基本上是可以确定是人体组织，但是具体情况呢，要回化验室才能确认。你回化验室那是肯定的啊。你现在就是说，在假定的情况之下，你能给我什么？你估计大概时间紧迫。根据牙齿的情况，可以判断是个年轻人。有多年轻？15到35岁之间。面太快，你给我收点。不是，它这里面是有一个生理差异化的问题，我们需要考虑。收。根据我的经验判断，20到25的概率最大。性别？这个是真不知道，我们现在掌握的证物太少了。好，明白。谁让你来的？水库看好了？是。对。目前什么情况？今天早上，你讲。是，碎尸案，目前只发现了豆芽桥和这儿的2包，剩下的都没有找到。附近4个派出所，除了留下几十个人挨家挨户排查，剩下都撒出去翻垃圾箱了。这样啊，现在这个案子呢，就由你来指挥。
是。你怎么的？还想继续看水库吗？三队同志呢？三队的，过来过来。三队的同志，一人进一个队，带领其他同志熟悉一下情况。别愣着了，行动！是。咱们去那边。现场的痕迹破坏的比较严重，我们能掌握的也只有这些。廖局，哎，老顾，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在宁江组织学习的省警校刑事侦查局教授吴克，我们认识，好久不见，老吴。日子过得真快啊，10年了吧？开始吧。目前掌握的线索非常有限，死者是谁？死者的性别、身份、案发的时间、杀人的现场在哪儿？分尸的地点又在哪儿？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概不知。再加上外面，现在这个雨是断断续续下个没完没了，现场痕迹的保存条件呢是非常差，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我们破案的难度。这样吧，我们先请省警校的吴教授拓展一下我们的思路。吴教授，我看还是先听听年轻人的意见吧，他们的思路比较开阔。你怎么看？就是你。命案第一步应该先确定死者身份信息。那我们这是碎尸，比较麻烦，只找到了很少一部分尸块，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找到剩余的大部分尸块，拼接一下。另外，同时呢，全市拉网，看看最近失踪人口情况，逐一核实比对，找到死者身份信息，再找他的社会关系，从内往外，核心到外延，这样的话应该离这个凶犯就不远了。还有什么补充的吗？细节肯定还会有很多，但是大方向跑不了。果然是办案经验丰富的老刑警，难怪你不用上我的课。这个案子的非常之处就在于，受害人不仅被分尸，而且尸体经过了高温蒸煮。以我们现在的技术条件，哪怕是我们在最短时间内找到了所有的尸块，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迅速的比对出我们需要的受害者身份信息。那吴教授，您的意思？改变传统的由内向外的方法，用由外向内寻找尸源，当然是要继续做。可是现在不是工作的重点，重点应该是在宁江的周围布上一张大网。您是说要设卡是吗？对，不是。设卡的前提是我们应该先知道嫌疑人是谁，对不对？你现在鱼都不知道是谁，你就结这个网，你往哪儿撒？能不能先把嘴闭一下，听听吴教授怎么说？哎，他说的也对啊。单是设卡的话，那真是像大海捞针。但如果我们在织网的同时，想尽一切办法把这条鱼赶出来，那我们就有可能变被动为主动。各位领导同志们，你们想啊？如果这罪犯没跑，在家里边，咱们可以直接把他给堵在家里面。如果他耐不住性子要逃离，在这种仓促逃离的情况下，就是即便咱们抓不到他，这也会留下大量的痕迹，还有线索，是吧，吴教授？好啊，不是，那我们这个尸块还找是不找？谁不让你找了？不是老魏没说不让你找，是吧？咱们现在是主要找主攻方向。要分个主次，我分得清主次，我听明白了。我们找尸块这肯定是次的，问题是次的，你们能给我多少人？谁说你是次要的了？你听人家把话说完行吧？我认为首先我们要满足这个排查、设卡的警力布置，剩下的全都给你。那可以。好啊。宋哲，说一下人员具体怎么安排的？是这样，我们全市干警现在能动用的不到200人。我这边要是拉网排查，最少需要150人。我那50也给你算了呗。真的，200人设卡拦，然后人没到的时候，你们直接把那个垃圾箱替我也翻了，不完了吗？哎，你干什么去啊？我会没开完呢。
不是，这个会我看明白了。我要再开下去的话，我3大队的人都保不住了，对吧？西瓜反正已经有人捡了，芝麻你们还捡不捡？芝麻不但要捡，一粒都不能给我少，知道吗？3队保证完成任务。干什么呢你？人家毕竟是省里来的专家。是啊，宋哲在就够了，我们不做别的工作吗？怎么样？各居民点垃圾箱都没有发现新的情况。咱不管他那个，我们干我们的，找石块还是第一要务，所以垃圾中转站必须得找，再不找来不及了。几位领导，我问一下啊，因为每天离开咱们宜江的人比较多，我们怎么才能迅速判断出谁是凶手的？这种程度的分尸，其实是很难办到的。因此，我们怀疑这个凶犯他应该具备有相当的外科手术能力的人，或者是有宰杀牲畜的经验。他还需要独立的、可以操作的空间。找个人捎给我师傅。就说这是我补充发言。好，走。就咱们3队，一个都不给多配，他们那么多人，凭什么呀？凭什么？人多也不一定就强，是吧，二哥？你别说150、200，你2000、2万个人给宋哲，他也不见得能逮着嫌疑人。有的时候，真理往往就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对吧？是对。走吧。你们干嘛的？你好，啊，是刑警队的，把你们这个垃圾车停运一下，我们要检查。检查？没接到领导通知啊？那我们现在就通知你。你们几位真的要搜这里？是。确定吗？确定。真的？真的。这我得劝你们几个。哎，您就开门吧。不觉啊！你们分区刑警队到了吗？都到齐了。哎，不觉，卫队跟省里的专家杠起来了。谁瞎传了这闲话呀？啊，查案的消息要这么灵通就好了。顾局，听说省里的专家要插手咱们的案子。不会吧？我们的案子让别人插手，这太不合适了呀！胡说八道什么？你们不是来办案的？顾局，大伙儿都要去支援卫队。对，到底要搞什么？你们？顾局，这是卫队长交给您的。发动各单位、街道、居委会自行核对失踪人口，缓解警力问题。夜巡干警很有可能有人看到过抛尸者，重点询问。我强调一下啊，从现在开始，所有的行动要服从统一指挥。啊，是。
哎，廖局，啊，老顾，有事吗？有点事跟你说。你说说这个魏国平啊，这前段时间我刚刚向上级汇报过干部考察的事儿，这混小子今儿就给我来这么一出。你说说，让上级领导怎么看待咱们选拔干部？难道就让他们看现在年轻人敢在专案组的会议上和领导叫板？哎，是，这种行为确实不应该鼓励。哎，对了，垃圾场那边有什么消息了吗？还没有。廖局，任何侦破工作，除了严谨缜密的刑侦手段，运气也是缺不了的。做，就他那运气，完了啊！我走了。这里边能有尸块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全下口区5天的垃圾都在这儿了。从侦办逻辑上来讲，这个地方肯定会有发现的。这么变态的凶手哪有什么逻辑啊？谁告诉你变态就没逻辑了？那88年那个案子凶手不就没什么逻辑吗？那吴教授还让我琢磨说这个陌生人作案的可能性，你说这不扯淡呢吗？人家是专家，你就和我一样听着不就完了吗？专家也不能太偏心眼了呀！你看人家宋处兵强马壮，你再看看咱这边这什么呀？这是，哎，咱们还叫哀兵必胜，咱们以少胜多，好不好？好，加油！加油！哎，顾局，我正好要找您。现在这么一个情况现在尸块啊没找全，有2种可能：一是他们已经抛完了，咱们没有找到；第2种呢是还没有抛完。如果是第2种情况的话，他就要急于的出手，我们可以引蛇出洞。引蛇出洞啊？那你是想梦中捉鳖了？对，小子可以呀。哼，那就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大胆做就是了。不是，这是吴教授的建议。是咱们的案子，还是人家的案子？当然是咱们的。咱们的案子，你现在有没有自己的主张？有是有，但是我是觉得人家毕竟是专家呀，又是教授，听听人家的意见没什么坏处。优柔寡断、磨磨唧唧的，你自己又不是没有这个能力，是不是？记住喽，越是在关键的时刻，越要自信。在这一点上，魏国平就比你强，但是他是太过了，你是太软了，2个人都不到位。我告诉你，一个案子的主办人，在听取别人意见的同时，更要结合自己的调查，拓展自己的思路。关键的时候，要命的当口，果断的下判断，知道吗？是，干活。哎，瞧你这点出息。来支援了！高平，师高平，除了总厂保卫处的同志，还有1分厂、2分厂、3分厂。好家伙，这家底全折腾过来了，还是咱们工人有力量啊！保卫人民生命财产，怎么能少了我们呢？你这次就是不求助，顾师傅早就给我交代了，他是很心疼你的。给大家下任务吧。各位老少爷们们，现在我下面要说的话和我们一会儿要干的事儿，麻烦大家帮我们一概对外保密。啊，因为什么？近期发生了一起恶性案件，所以我们现在要请大家帮忙的是，进到这个垃圾堆里，帮我们寻找到人体组织。尸块吗？没错，就是尸块，以及找到尸块周边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都跟案件有牵连。时间紧，任务重，要是害怕的、忌讳的，或者家里边有老人、孩子不方便的，
尽管提出来，可以回去，我们完全理解，啊，所以呢，就是咱们进去之前，丑话说头里，问问大家的意见，啊，不知道行不行？添麻烦了。操！这么多垃圾！哎哎，等着您表态呢。是男人放个响屁，行不行？怎么样？行。走。谢谢大家了啊！谢谢。宋总，哎，新的讯问笔录啊，去吧。你看一下。不用了，每份笔录按时间线排序，交叉比对，尽量详尽的还原具体情况。明白。这查过的混在没查的里边，谁也没地方。这么多人在这翻，都乱了套了。二哥，这什么地方？112厂，早倒闭了。哦。我们现在啊，查过的和没查过的垃圾已经快混到一块儿了，得想办法去问一下，好吧？好吧，师傅。站长，咱们这个垃圾的堆放是按照您跟我说的大概日期来的，是吧？都没错。师傅，你们人多，先把离现在最近的门口这个25、26号这部分清出来，好吧？程勇，你带组人，在围墙西头开个口子，把已经检查过的往印刷厂大院里边排。然后是22号这一片，垃圾最多也最有可能有线索，直接贴着它，从东面开个口子，扫完一部分就运出去一部分。等这2部分都清完了，地方也腾出来了，咱们再回头清23、24号这2堆。还是那句话，不光找石块，还要留意有身份信息的物品，好吧？好了，开走了。别动！后撤。江东宁江市。没有，应该没有这个市字。宁江什么分公司？这应该是22号的垃圾。兄弟，你先靠边喘口气啊。没事，我还行。我叫技术科的人，顺便给大家带点姜汤水。啊，再弄点感冒药过来。好嘞。啊，怎么了？说，小王庙派出所来了个电话，说有维协群干警看见过可疑的助力车。大哥，哎，我跟他去一趟，你把这趟看好了。好嘞，赶紧让技术过来。离开那会儿，这个东西现在谁也不许动，明白吗？我们这片啊本来就很偏，过了晚上10点，马路上基本上就没什么人了。22号夜里吧，那时候雨刚停，我正好在马路对面处理一个最旱的事儿，然后我就看见一个人骑了一辆助力车，从这条路往上面走了。踏板上还放了一个桶。那个时候我把最旱的事儿处理完，我又看见他从那儿出来了，大概是3点多1点吧。他去哪儿了？哦，往那边。
往那边去了。哦，奔市区了。对对。当时他看见了你吗？应该是看见了。啊，你穿制服了？穿了。好，先撤了。哎，感谢，辛苦谢谢。这里边再查查去。这里头查？不是头，你是怎么断定他是过来抛尸，不是住在这附近的人啊？人刚才怎么说的？这人过去又回来，都是从他眼皮里过去的。人就穿着制服，那说明什么？说明他对这地方根本就不熟，怎么还可能住这儿？啊，对了，头，这里头所有的垃圾桶，派出所同志全都翻遍了，结果呢，啥都没有。就像你说的，他可能对这地不熟，没找到垃圾桶，他就没抛，带着东西就走了。你真觉得这是垃圾吗？能带来带去的跑？那就算那里头有啥，你不会认为就凭咱俩就能把东西翻上，不回队里？你现在啊，帮我一忙，啊，做好一件事，啊，这啥事儿？把嘴闭上。好。这3条路走哪条？这店可太容易藏东西了，找都不好找，一点火什么都没了。你们怎么知道的？那天晚上狗一直叫了好长时间，就一直冲着那个大门外面叫的。走了，好，接应啊。 屁股都给我颠碎！这上面这么大雪，这下面咋这么快停了呢？哎呦，这么陡的坡啊！要没我，你骑都骑不上去啊！这没有车能走的路了。
他再提着重物，要我是他的话，很有可能就把东西直接抛这儿来了，应该就在这附近。啊？桶的印子。把东西扔到这儿，我们这东西已经很重要啊。下去看看。仔细点啊！一寸一寸磨。每个角落都磨遍了。磨着了。不管磨着什么都别吐里边啊！忍着点。飞，出来，让你看看什么叫师傅。打开确认，还用打开吗？别废话。哎，师傅，这就是脏器，记着。要不咱收了吧？光这么些东西，我看呢，不至于扔怎么样。再找找。那把衣服拿来，快换上，穿上，别感冒了。志远，怎么抖这么厉害呀？吓着了。你是个人啊，活生生的人，就那么被分尸了。所以啊，我们呢就得对得起他。好了，照顾点他。怎么成这样了？啊？颅骨骨质发白，表面光滑，应该是经过高温的蒸煮。哎呀，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未成年的。从颅骨的综合特征来看，应该是名女性。
要是有其他部分的骨头比对着看的话啊，应该会更加准确一些。我们刚才在垃圾场看到了疑似女性的长头发。我们看这脑瓜顶上这个切口这痕迹，怀疑就是剃头的时候造成的。这个恢复原样需要多长时间？颅骨破坏的比较严重，这轮廓点呢都已经不清楚了，要拿回化验室做一个手工填补，还原这个颅像。但是这样的话呢，还原的准确度不会太高。你能不能说点有用的？什么快说什么，快点！垃圾都分完了吗？没有，回去接着干，干得精细点啊！哎，知道。就把我那衣服拿出来。师傅，陆平，累坏了吧？还好，那2片啊，都清完了，什么也没发现啊。我们刚得到消息，受害人是女性，女的，所以是这样，一会儿跟大伙儿讲一下，一旦发现尸块周边的，特别是女性用品，一定保护好，千万别给破坏了。我们会第一时间把技术叫过来弄。好，还有，你们在捡垃圾的过程当中啊，如果发现有什么东西，明明看着好像不应该是扔进来，但是不但扔进来还给破坏了，这些东西也留神。好，啊，交给技术统一处理，好吧？好。有，注意女同志的用品啊！有女同志的用品注意一下啊！大哥，谁冷是热的啊？没说给我带一件呢。我跟汤儿，我们俩又发现一包，在哪儿？在一个排水渠里。失踪人员名单给咱们了，我刚催过，各派出所正在统计，随时就能送过来。真够慢的。这个巡警啊，是22号晚上发现的疑似抛尸的人，所以呢，你跟派出所说一声，就让他给我查22号之前失踪的20到35岁女性名单，别的不要。明白了，让他快点，我再打电话。陈社，咱们工厂那个要不要跟卫队说一声？人家现在排查的是失踪人员名单里的人，上报啥情况不知道的，别给人添乱，赶过去。哦，好。快叫技术，快跑，快点，快！技术！这跟早上那包一样，全是肉，没有骨骼。这部分，根据我的经验判断，应该是颈部的环状关节的前呼吸。但是，从肌肉的伸缩程度来看，不像是死后被人切断的，应该是活着的时候被人一刀给割喉了。
来盘生凉，暖和。哪儿去呢？你嫂子给带的。我觉得他回来了。什么？那个人，我觉得他回来了。少天进卧室吧。来。军儿，哎，地图带了吗？在。找五分河粮站。找到五分河粮站。要有铅笔盒。杨树村小学。找到杨树村小学。好，延安巷。找到延安巷。二哥，五分河粮站，杨树村小学，延安巷。几个钟的话，福安里。福安里。这把石块是从幸福小区的垃圾箱运过来的。那二哥，你手里跑个头吧。好嘞。阿叔，就这些蟹壳子、碎酒瓶子，怎么确定是这个小区的？想知道啊？啊，你教教我。去，问你师傅去。你等等我，你别走啊！师傅，你教教我。这么晚了，别让二叔去了，我去，保证完成任务，行不行？你喝得起这个吗？上沟大区。这一瓶刚我半个月工资了。哦。这个月份，你买得着螃蟹吗？买不着。你吃饭用餐巾纸？我不用。明白了。不是，这跟这有啥关系啊？小伙子，这可不能含糊。看你这意思，你还是没明白。你师傅的意思，幸福里是这一片高档小区，就是俗话说的富人小区。阿奎，我这样解释行吗？还有问题吗？没问题。你明白了，我还没明白呢。去了之后怎么做啊？找到这个吃螃蟹的，他有可能是这个抛尸的目击者。不管他去过哪儿，什么时间去的，然后怎么去的，路上都有谁，看见了什么，听见了什么，闻到了什么，我都给他调查清楚。哎，啊，骑摩托车去。哎，好嘞，保证完成任务。路上慢点，别乱七八糟的。哎，我们现在已知的有3个抛尸的地点，第一个是四坡路，第二是豆芽桥，还有刚刚发现头颅的蒋王庙。你认为，根据这3个地点，就可以大致确定凶手的居住位置？理论上是可以的。那我问你，凶手到底住在哪儿？就是不好说，是吗？城南、城北、城东、城西，是不是都有可能啊？是。哎，宋长，哎，咱们市那些明哨暗哨到目前有什么发现？目前还没有什么发现。那就是说呀，由内向外，由外向内啊，到目前，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所以我认为啊，在寻找尸源上，还是要加大力度。啊，郭局，
垃圾场有新情况。垃圾转运站有新的发现。福安里啊，福安里。你看啊，豆芽桥是我们第一次发现抛尸的地点，也是尸块最少的地方。四坡路发现的尸块是豆芽桥的1倍，然后我们又发现了福安里，等于说凶手是沿着这条线一直在抛尸，而且抛的都是碎尸块。而在蒋王庙呢，凶手是把一部分内脏和头颅扔在那儿了。咱们都知道，抛尸是有一定规律的，叫近小远大。如果在现场发现的尸块越小，那证明凶手所处的地方离现场就越近；反之，如果在现场发现的尸块越大，像头颅、完整的四肢，那么凶手所处的地方就离现场越远。这样的话就可以判断出来，凶手所住的地方应该是在四坡路、豆芽桥西北一带。好，我认为我们现在可以进一步缩小侦查范围，把这个家伙尽快的逼出来。按照吴教授说的，向福安里一线加强兵力，啊，行动。是。失踪人员名单收过来了。这是近3个月内报告给各个派出所的。新的摸排开始了吗？得等2天，说是人手不够。那是2天之后才能把结果送过来，还是2天之后才开始？师傅，林总，师傅，您想想，最近咱们电机厂有没有失踪的？没有。再想想，没有啊。高秀莲，哎，厂里人撤案了呀。我说你找着了是吧？没有。没有，为什么撤案？对，人家家属能同意吗？小周，哎，来，你给那个卫队和这个检察官把那个事儿给说清楚。哦，卫队，就上礼拜1晚上9点多，我刚洗完澡回来，就看见高姐走在我前头，从后门出去了。哎，师傅，等一下！哎。那天晚上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你家里找不着人，他也没有亲戚朋友啊。不是，那为什么要撤案呢？不是，他那个厂长不让说。最近咱们电机厂不是在改制吗？这个聂宝华天天找一帮人来厂里闹，非逼着这个工人签字同意。厂长就说这个最近厂里不能出事儿，你出事影响不好，就劝人家属回老家找找，所以就没报案。对，这高姐不是工会主席吗？对聂宝华那帮人的态度就一直比较强硬。多大了？39，就前工会主席退休，大伙儿选的他。有多高啊？头发多长？身高有1.6米冒点儿，头发是齐肩的。那天你还看见什么可疑的人？有个人，
就是砸我们厂长办公室的那个，好像叫虎子。他每次来我们厂里闹事，都骑辆摩托车。什么样摩托车？就那个踏板的那种。明白。师傅，这边你听讲。好，二哥，咱走一趟。啊。哎。聂主任，既然把这摊事儿都交给我了，让家就给个面儿，下月初10，劳烦各位老大，你该给的那份钱，赶紧送来啊！大家放心，我有的是路子。一本万利的大买卖都在后头。哎呦，兄弟们跟着我混，肯定发大财。来，我敬各位老大爷。来，抱团，继续发财。赵刚，电机厂的事儿，我有几个小兄弟受伤了啊。照以前聂主任的规矩呢，这医药费早送家里了。你怎么说？黄老四，你什么意思啊？我没什么意思，这真金白银才有意思，画大饼没用。是，那个大饼啊，你个画的越大，恐怕有命拿就没命吃了。我给你脸了是吗？干什么？哎，别！哎，我是我兄弟！哎，别！坐下！给我废了他！警察。二哥，把他们都先带下。愣着干什么呀？让我挨个请你们下去。你留一下，有事找你。都往后退，往后退，别过去一块啊！双手抱头，蹲下，全蹲下，排成一列，往后退，快点啊！往后退，排成一列，进去，快点！你，说你呢，蹲下！哎，那小子都跑了，不用追他，臭小子跑不了。老实点啊！跟你有关系吗？谁胆这么大，能把你给开了？电机厂陈有贵他儿子，你跟他那四贵哥哥不挺熟的吗？对，我错了，我嘴贱，我嘴贱，我嘴贱，我怕您不成吗？对，您大老远过来，
您不是光为了掀我桌子吧？虎子呢？我不知道。你老跟他混，你不知道？哎，卫队，您看这样成吗？您要是能抓我，你现在就抓我，你现在就把我抓走，要不甭浪费唾沫。身份证。啊？啥身份证？你不知道啥是身份证？我现在依法对你和你这帮朋友小弟进行盘查，没带身份证的一律带走，当场核验你们的身份信息，听明白了吗？您是故意今天不让我们做生意啊？那你做什么生意了？脑袋开瓢的生意啊！我刚才跟你讲得很清楚，依法盘查，不配合是吧？我不光今天晚上来，我明天晚上还来，我后天晚上还来，我天天晚上来，你行吗？不是他，你放心啊，赵刚，我不会把你给漏了，除非说你害怕虎子把你给漏了，你怕吗？卫队，说真的，他干那些事儿跟我没关系。他干什么事儿？跟我说。你是愿意在这儿说呢，你还是愿意跟我走呢？要不然咱走。哎，别啊！您别把我往里绕。我懂。懂。哎。哎，红，我找虎子，让他接电话。啊？他没在你那儿？哦，美高美呢？成，啊，我过2天去捧你场。哎，好嘞。哎，我现在去美高美，我要见不着虎子，你跑的风。明白。报好了。大哥，没事吧？放话出去，刚才打我那小子，我要他一只手。卫队，您这是？看见虎子了吗？虎子？不知道。我说，跳。
狗嘴动！再动我杀了他！别动！让开！加油！别动！使劲！加油！站住！别动！安全了啊，没事吧？没事，马上来人，马上叫你出去啊。那高秀莲说了，他跟虎子对着干，所以把他给绑架了。那个前户所问这案子是咱们接手还是移交分局啊？移交分局。头儿呢？行了，虽然扑错了，毕竟救你一条人命。啊？也是。